前世，我与灵兽结契时，选了臭水沟中一条快死的鲤鱼，谁知它竟是金背锦鲤，越过龙门即可化身为真龙。我拼死为它寻来无数天才地宝助它化龙，可在它攻城之日一跃成龙，却引来滔天海啸，海啸覆灭了整个宗门。我在漩涡中绝望向它伸出手求救，它却视而不见，满眼柔情地抱着师姐对她许下誓言。嫣儿，我终于摆脱了那个女人，这下再也没有人能阻碍我们在一起，我会永远爱你，守护你。救我！眼睁睁看着我葬身巨浪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旁边歇歇吧。我没事，师兄。我竟重生了，只是又回到了契约灵兽的这一日。上天有眼，让我重来一次。这一世，绝不再心慈手软。这是我精心挑选的一些将要化形的灵兽，你喜欢哪个，便选哪个。这只青鸾并非师尊准备的灵兽，只是恰好在此歇脚。这青鸾修为极高，前世连师尊都未曾发现。等大家选完灵兽，他才懒洋洋地振翅飞向天际，引得众同门懊悔不已。再后来听到他的消息，便是他独自修行，试图浴火涅槃化为凤凰，却不知为何涅槃时他道心不稳，最终陨落在烈火之中。我既然能助鲤鱼化龙，为何不能助青鸾成凤呢？我有这个本事，自然要选最强的灵兽。师尊，弟子要与这青鸾结契。竟然是青鸾，居然有这么强大的灵兽，师妹真厉害，一下就瞧中了。好，冰清真是好眼力，为师都没发觉青鸾在这梧桐树上，冰清你竟能感知到它的存在，想来是有缘分的。结契后也不可懈怠，一定要好好修炼。前世是我连累宗门，害得师尊也因此殒命于漩涡，可他到死都未曾怪我。这辈子，我一定要守护好所有人。冰清，你为什么不选我？冰清，你为什么不选我？不会是他在说话吧？你这臭水沟中长大的东西，也配跟我的小师妹结契？臭气哄哄的，还想跟我们宗门最宠爱宝贝的小师妹结契？别做梦了！冰清可是宗门最有天赋的弟子，整个宗门可宠着长大的，你也配？冰清，快选我！我有金龙血脉，等我成了金龙，我们就结为道侣，永生永世不分开。难道旭也重生了？那可太好了。不，现在他没有前世记忆，我动手时少了点滋味。没搞错吧？这臭鲤鱼说自己有金龙血脉，还跃龙门变金龙，那不是传说故事吗？冰清，这条鲤鱼的体内的确有金龙血脉，以后许能幻化成龙，你要不要考虑它？你这个三心二意的人，既然已经选了我，怎么还能心里想着别人？我这不是正要回绝吗？你的气性还挺大。师尊，弟子既然选择了青鸾，就认定了他不会再反悔。况且有金龙血脉又如何？不能跃龙门就只是个废物。江冰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师姐，你看这条臭鲤鱼离水太久，又身受重伤，竟然气晕了过去。上辈子恨我恨到要用灵力将整个宗门覆灭，这辈子为什么又来纠缠我？这什么把戏？他不应该直接投入他心爱的师姐怀里吗？都让开！师尊，小师妹不要他，我愿意跟他结契，助他修行。苏如烟，你本来已经选定了我，怎能再更改灵兽？我只是选了你，又没有与你结契，只要没有进行结契仪式，再更改灵兽就不算是违规。如烟，这鲤鱼虽有金龙血脉，但是它身上有伤，不一定能化龙。师尊，我知道你偏爱小师妹，想要把好的灵兽都给小师妹，可是我跟小师妹都是你的弟子，你把好的都给了她，对我也太不公平了。再说了，小师妹比我入门还要晚，她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，我一定能助这条鲤鱼化龙。罢了，既然你这样坚持，那就选它吧。谢谢
我倒要看看，这辈子没有我废寝忘食的努力，就凭师姐那3天打鱼2天晒网的架势，怎么让那臭鲤鱼画龙？这是我的新衣服，你要抓破吗？刚才那条臭鲤鱼，你是不是看上它了？长那丑样，简直是龙族耻辱。我选了你，就不会想他人。只不过我刚才选的匆忙，还未问过你是否真心愿意与我结契。如果你不愿意和我结契，现在就可离去，不要耽误我寻找其他灵兽。你还想找谁结契？既然要了我，就得信守承诺，和我结契。那你愿意跟我签订灵魂契约吗？我当然也是愿意的。他竟毫不犹豫，愿意与我签订血契。你化形了？你是说等你化形便与我结契？现在我们可以结契了吧？我刚化形，去新头血结契就会要命的。我们一直不结契，同门好多师兄弟都不知道你是我的灵兽，误将你认作师姐的灵兽。你何必在这种事上斤斤计较？日后我化龙之时，直接与你结为道侣便是。结契之事，往后不要再提了。前世我太过天真，自以为救了他，又助他修行，他定不会负我，便没有与他签订契约。谁成想最后却被他要了性命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人伤害。灵魂契约一旦生效，双方同生共死，只要灵魂不灭，契约就会永存。这就结契成功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当然是给你止血。我不用。那怎么行？把我的羽毛敷在伤处，很快就能止住了。我还不知你的名字。我叫九离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小师妹，你既然选了青鸾，还想脚踏2只船，勾引我的灵兽。冰清，你这辈子为什么不选我？明明我们彼此相爱，你真的忍心不要我吗？他记起前世的事情来了。你怎么能和他签订灵魂契约？你之前都没和我签过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对我有怨，可这些都是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我为什么要跟你签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冰清，我们签订灵魂契约好不好？我会找到办法解决的，就算是主仆契约也行。你不要离开我！臭鲤鱼在这大放厥词，还不快滚！别打扰我和道侣培养感情。师妹怎可放纵身边灵兽，肆意打杀其他灵兽？也太不把我这个师姐放在眼里。师妹，就算你有了青鸾，瞧不起鲤鱼，可她有金龙血脉，以后可是金龙，到时候别来求我们。你在为他伤心吗？怎么可能？旭玉的态度跟上一世完全不一样，定是又想骗我为他铺路。但我早已不是那个天真的我。我本打算杀了他以绝后患，不过现在看他这样，我决定留他一命。他跟着师姐，想像上辈子那样化龙是不可能了。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两人是否还能像上辈子那样恩爱缠绵。奇怪，这次记忆中的窒息感并未出现，我在水中竟然呼吸自如。等等，我的床上何时多了一个男人？这男子好像没穿衣服。这才几时，怎就闹起来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化形了？上一世旭玉虽有金龙血脉，可礼月龙门化龙难如登天。我耗尽心血，收集无数天材地宝，才让他勉强化形成功。青鸾的修为究竟有多高深，竟然能这么快就化形？还是人形方便，能这样抱紧你。反正以后也会成为道侣的。睡什么睡？还不快起床修炼！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出现在人前？带我先去问师兄要一套衣裳。我为什么要穿他人的衣裳？哼，你只要不介意，穿我的也行。师兄，能不能给我一套你的衣服？小师妹要我的衣服，难不成是喜欢我？小师妹，我竟不知你对我有这样的心思。抱歉，师兄已经决定和灵兽结契了。师兄你误会了，是我的灵兽化形了，我只有女子衣衫，所以才想来问你借一套男子的衣裳。这么快就化形了？
虽说是青鸾，可我也没听过有这么快化形的。小师妹，你果然厉害。这鸟怎么化成原形跟来了？你怎么不一开始就跟他说清楚，害他对你生出那种心思？你的醋劲儿也太大了吧！这是师兄的灵兽，生性顽皮，估计是想和我玩闹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以为那条蛇想咬你。他只是想跟我玩儿。师兄，真是对不住，我的灵兽太莽撞了，吓到你的灵兽了。普通的衣裳穿在他身上，竟也衬得他仙气飘飘，金贵非凡。你换个衣服这么慢，都耽误我一早上的时间了。快走，去修炼。御兽总有一套功法，需修士和灵兽共同修炼。可两世为人，我都从未修炼过这套功法。旭玉，我们一同修行这套功法吧，这样也能加深你自身的修为。我可是有金龙血脉，你竟然让我修习你们人类的低等功法！那你和我一起去秘境历练好不好？你连这些情况都搞不定，怎么配做我金龙的道侣？看招！冰清师妹，你的灵兽呢？怎么总是一个人？旭玉在宗门内修炼呢，他有金龙血脉，自然和别的灵兽不同。渐渐的，大家都忘了我曾经是那个惊才绝艳的小师妹。我在秘境中九死一生，而在宗门内，旭玉却和师姐出双入对，甜甜蜜蜜。新入门的弟子甚至都以为他们才是一对。我心中满是痛楚，却又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，他只是被我满身是血的样子吓到了，才不是真的厌恶我。我对他的好全宗门都看在眼里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却没想到他根本连心都是黑的。有了九黎的辅助，我的修为日进千里。为了提升实力，我每日修炼都不舍得入睡。你干什么？我还要修炼。睡觉。功法修炼之余，我和九黎也会去各个副本历练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和灵兽一同进秘境，竟是这样快乐的事情。他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上辈子会涅槃失败？不过这辈子有了我，我定会让他涅槃成凤。唉，小师妹啊，你还记得那条臭鲤鱼不？怎么了？师姐简直魔怔了，非说她一定能化龙成功，天天来找我们讨要丹药灵草。她是师姐，我们又不好意思不给，可她也真好意思，每次都要去一大半。我家灵兽受伤都没药草吃了。你说那臭鲤鱼真有金龙血脉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受不了了。果然，师姐修为低下又不思进取，要她进秘境出生入死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她也只能仗着师姐的名头压榨底下的师弟师妹了。可那些师弟师妹本身能进的历练等级就不高，按这种进度，估计要几百年续玉才能有跃龙门的修为。师妹，进来可好？师妹，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秘境，手头肯定有不少天才地宝吧？你的灵兽既然已经化形了，想必这么多宝贝留着也是浪费，不如先借给师姐，等续玉化龙了，定会加倍还你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说的难道有错吗？就算你的灵兽是青鸾，也未必真能涅槃成凤凰。续玉和你的灵兽不一样，它身具金龙血脉，如今只差一个合适的契机，便能崭露头角，大放风采。既然续玉如此厉害，师姐为何不带着续玉亲自前往秘境寻宝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想必是续玉当个叫花子，就能从同门那里讨来不少灵丹妙药。师姐自然不必带着他出门受秘境探险的苦楚了。江冰清，你竟敢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！
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姐？江冰晴，你给我等着！待续于华龙，定要你好看！师姐这落魄的模样，真是让我舒心不少。所有契约了灵兽的弟子，速来广场集合。这段日子，你们和灵兽的相处，为师都看在眼里，为师甚感欣慰。最近有个新秘境开放，届时你们便带着各自的灵兽一同出发，也好检验一下这段时间修炼的成果。是，师尊。上辈子也有这一遭，可我当时并未和旭玉结契，也未修习双修功法，只能被留在了宗内。这次总算能去长长见识了。他得意什么？难道旭玉化形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忘了答应过我的事情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上回秘境历练归来，晚上我困得要死，九离却不依不饶，缠着问我什么时候给他个名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师尊，弟子想和九姨结为道侣，特来禀明师尊。好啊！等你们这次去秘境历练回来，为师就给你们好好操办大典。你到底还睡不睡？不睡就给我滚出去！还没结为道侣呢，你怎么就这么凶我？是不是到手了就不珍惜了？我并没有不珍惜你，只是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去秘境，凶险未知，我们还是早点歇息，养足精神比较好。那你得补偿我。师姐怎么还不来？是不是不打算去秘境了？或许是和他的灵兽还没有磨合成功吧。不可能啊！师姐昨日明明来听训了，按道理今天一定会进入秘境的，真不解她为何迟迟未到。天哪，那是师姐的灵兽，她就是那条鲤鱼，她居然真的有金龙血脉，竟然这么快就化形了，说不定她以后真的能化身为龙呢。师姐的眼光确实厉害啊！她这样子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，脚步也十分缓慢虚浮，想来是刚化为人身，还不太习惯用双腿走路。上一世她被我用无数天材地宝日夜滋养着，化形之后自在风流，气度不凡，与现在这副风一吹就倒的模样天差地别。就他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状态，还想着跃龙门成金龙吗？你为何一直看着他？他难道比我好看吗？我都没见你这般专注的看过我。好好好，我以后只看你，行了吧？冰清，你是不是在等我？冰清，你为何对我如此无情？这人到底在发什么疯？实在搞不懂他又在装模作样些什么。师妹，须臾是我的人，你能不要再勾引他了吗？冰清，我后悔了，是我错了。我后知后觉才意识到你对我的好，为什么离开你后我才醒悟。我知道你被我伤透了心，可现在什么都还没发生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会好好对你，宠你，我会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？大白天的，你在这做什么白日梦？你口中的冰清，不会恰好是我们家冰清吧？那可真不巧，他已经是我的道侣了。不会有人连自己的道侣都没有，整天惦记着别人的道侣吧？此秘境名唤万灵渊，内有天材地宝无数，已有上古凶兽盘踞。尔等需与灵兽同心协力，量力而行，切记不可单独行动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这秘境内无人能伤你分毫。竟是百年难遇的凝魂草，此草能滋养神魂，对修士和灵兽的修行皆有莫大益处。这凝魂草长势极好，粗略看去，怕是有数十株。小心些，
草下面有东西，是噬灵藤，以修饰神魂为食。看这体型，在这里怕是扎根100年了。这是青鸾的本命真火，专克阴邪之物。那是噬灵藤的核心，更是一味炼制驱邪丹药的极品药材。这次多亏了你。这有什么？护着你，本就是我的本分。这万灵殿里面定然藏着至宝。旭宇，那株龙血枝就在殿内的石台上，我们快些取来。有了它，你的修为定能再上一层。可恶，居然不行！如烟，我记得你有一枚破剑符，是师尊赏赐的，不如用它试试。旭玉重生一世，自然知道这万灵殿禁制的破解之法，只是他不愿自己冒险出手，只想让苏如烟去当炮灰试探。哪怕苏如烟死在禁制下，凭他金龙血脉的血头，也不愁没有别的修士巴结。这破禁符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保命底牌。去！没事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还真是贪心不足，凭他们的三脚猫功夫，也想染指万年龙血枝。那剑指我能解，这龙血枝归我们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江冰清，怎么会是你们？你是不是故意跟踪我们？冰清，你帮我取到龙血枝好不好？只要你帮我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别来沾边，我嫌你脏。冰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知道我上辈子错了，可我这一世已经悔悟了，我心里只有你啊！够了！我的道侣，岂容你这等低等东西觊觎？再敢多说一句，我便废了你这所谓的金龙血脉，让你永世做一条臭水沟里的鲤鱼。这龙血枝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就是我们的。这秘境之中的宝物本就是能者居之，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也想染指万年龙血枝？若不是我和九离赶来，你怕是早已死在这禁制之下了。这便是青鸾的能力。九离是上古神兽，知晓诸多禁制的破解之法。这禁制在他眼中不过是雕虫小技。若是能将他除掉，那我化龙之路必定一帆风顺。可如今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先静观其变。去把龙血枝取来吧，正好你的神魂还需修养。多谢师姐和旭玉公子替我们探路，这龙血枝我便笑纳了。江冰清，你这是明抢！我道吕想要的东西便是我的东西，何来抢一说？倒是你们修为低下，心术不正，也配觊觎秘境至宝？今日便饶你们一命，再敢纠缠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殿内还有不少上古遗留下来的至宝，炼制丹药的绝世丹方，失传的修炼功法，还有各种灵气法宝，我们去看看。在这里修炼一日，恐怕堪比外界10年。御兽宗的双修功法在此时发挥了最大的威力，我的灵气与九离的灵气相互交融，在体内循环往复。他的青鸾真火温柔地滋养着我的经脉，我的神魂之力也源源不断地反哺着他的修为。我隐隐有突破涅槃境的迹象，距离化凤仅有1步之遥。冰清，有你在，我定能顺利涅团成凤。上一世的苦难早有他相伴，我定能护好宗门，护好自己。我们继续往前吧。冰封万里，九离，就是现在！他的逆鳞在下腹部3寸。收到，我的夫人。妖畜，受死！刚才那妖兽的毒息，可有伤到你？有你在旁边，他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
这可是化神期边缘的凶兽内丹，用来炼制聚灵丹再好不过了。这一路走来，我的储物袋都要被塞得满满当当了。只要你喜欢，这秘境里的天材地宝，我全为你取来。竟是1000年份的紫雪龙王参，这可是洗金伐毁的绝顶圣药。2只阴沟里的老鼠，跟了一路，还不滚出来！江冰清，这紫雪龙王参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你懂不懂先来后到的规矩？苏如烟，你的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你们在这寒潭边蹲了这么久都没动手，不就是怕里面那条毒蟒吗？现在毒蟒被我们收服了，你们又跳出来抢了。冰清，你误会了，如烟她只是太心急了。你也知道我如今正是化形的虚弱期，最需要这等灵药。你把东西让给我好不好？只要你给我，等我日后化作金龙，我一定封你为平妻，与如烟平起平坐，如何？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臭水沟里的泥吗？就你这副大病难医的死鱼样，还做着化龙的春秋大梦，我嫌你脏了我的眼。江冰清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可是金龙血脉。跟他废话什么？趁他们刚才对付毒蟒消耗了灵力，我们一起上，解决他们，拿回灵药。找死！既然他们这么上赶着送礼，我们总不好服了师姐的好意。走，我们去收点辛苦费。夫人说的是，这秘境凶险，宝物还是由我们代为保管比较好。你想干什么？江冰清，我可是你师姐。师姐说笑了，我怎么会伤你呢？我只是看师姐储物刀装得太满了，怕压坏了师姐那娇贵的千金之躯，帮师姐分担一二罢了。冰清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虽然没结气，但也曾有情分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闭上你的嘴，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拔了你的鱼鳞。哼，就这，穷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青鸾一族刚破壳的幼鸟，窝里的电草都比这些东西值钱。苏如烟，你这师姐当的可真够寒酸的。为了养这条鱼，你连在秘境里都只能捡别人不要的破烂。江冰清、九离，这次看你们往哪儿跑！这可是上古残阵困龙锁仙阵的仿制品，我们可是花了大价钱才从一个散修那里买来的阵盘。今日你们插翅难逃，只要你们被阵法炼化，你们身上所有的宝贝就全都是我们的了。江冰清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把你那件防御法宝交出来，我或许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这阵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漏洞百出，灵眼甚至都没有引到，说它是阵法，简直侮辱。死鸭子嘴硬，给我启动你们！破！我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啊！大半夜的设下阵法，你管这叫误会？看来你们刚才在阵盘里还偷偷私藏了一点啊！不要啊！那是我留着给虚玉满护心丹的钱。苏如烟啊，苏如烟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。为了这么条臭鱼，你把压箱底的钱拿来买这种破阵盘，今天这顿打就当是给你们长点记性。若是再有下次，这万灵渊就是你们的埋骨之地。九离，我们走。别再脏了我的眼。此番万灵渊秘境试炼，尔等虽历经凶险，却皆全虚全伪的归来，且各有造化，为师甚感欣慰。修行之路漫漫，望尔等将秘境中所学所悟融会贯通，扬我御兽宗之威。谨遵师尊教诲。终于出来了，这一世我不仅要让他涅槃成功，成为真正的凤凰，我还要名正言顺的与他并肩。上一世的悲剧与委屈，我都不会再让他重演。师尊，弟子有一事相求，请师尊就在此地成全。冰清啊，你此番在秘境中表现极其优异，有什么要求但说无妨。弟子在入秘境前，曾与师尊说明过心意。如今秘境试炼已圆满结束，弟子与九离在困境之间情根深重，心意相通。弟子今日恳请师尊兑现诺言，回宗后便为弟子与九离举办大典。晚辈九离心悦冰清已久，此生非冰清不娶，若能得他为伴，定当倾尽我青鸾一族之本源，护他生生世世万死不辞，请宗主成全。好，好，好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
为师早就答应过你们。今日既然你们当众提出来，为师便在此宣布，即刻回宗，倾全宗之力筹备大典，择良辰吉日为你们举办节气大典。他要和那只鸟结为道侣？不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明明上一世，他满心满眼都是我，他把所有的天才地宝都捧到我面前，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他怎么可以嫁给别人？我是金龙啊，我才是命中注定的真龙天子，他不过是在跟我赌气，对不对？凭什么？江冰清那个贱人凭什么能得到这么强大的男人？九黎的实力连师尊都礼让3分，他在秘境中大杀四方的英姿，那是何等的霸气！这才是真正的强者。为什么我当初要选这个连化形都困难的废物？如果当初是我抢先一步契约了青鸾，如果站在那里接受全宗门艳羡目光的人是我，江冰清，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荣光，我绝不让你如愿！冰清，你不能和他结为道总，我不同意。旭玉，你是不是在秘境的臭水沟里待久了，脑子里进的都是泥浆？我江冰清要嫁给谁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的灵兽来同意？滚开，好狗不挡道！冰清，冰清，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，你故意当着全宗门的面提出节气，就是为了气我，为了刺激我，对不对？气你？你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别装了，你明明那么在乎我，我是有金龙血脉的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把你在秘境里得来的那些天才地宝给我，我马上就能化作真龙。那只杂毛鸟算什么东西？它再强也不过是个飞禽，我可是将来的龙族之王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以后封你做龙后。旭玉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金龙血脉，就凭你现在这副连御风都困难的病秧子模样，你连九旗的一根羽毛都比不上。你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一条忘恩负义、自私自利的臭鲤鱼。上一世我瞎了眼，这一世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透顶。你若是再敢纠缠我半步，我现在就抽了你的筋，扒了你的鱼鳞。我不信，你一定是我的，我不准你嫁给他！本座的道侣，也是你这种阿杂下界的泥鳅能觊觎的。你若再敢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他一眼，再敢往前爬半步，本座就在这秘境入口一寸一寸地把你身上那点可笑的伪龙血脉抽干，将你的神魂放在真火上灼烧万年。江冰清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旭玉可是我的灵兽，这里是秘境入口，各位同门都还没走远，你敢纵容灵兽当众行凶？哦，原来是师姐的灵兽啊！师姐这狗链子可得拴紧一点，别让它到处发疯乱咬人。不过你们俩倒是绝配，一个烂泥扶不上墙，一个眼瞎捡破烂儿。师姐可得好好守着你这条未来的真龙，千万别让它死了。毕竟我和九黎的道夫大典，还指望两位来角落里讨杯喜酒喝呢。夫人说的是，跟这等垃圾之气，平白脏了我们的好日子。走吧，我们回宗。自秘境归来，他和旭玉的关系便一日不如一日。没了秘境中的共同觊觎，平日的便尽数暴露。师姐的手抖什么？不过是觉得师妹好福气，能得青鸾这般清闲，哪像我，不过是守着个扶不起的东西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磨蹭什么？大殿要开始了，若是误了吉时，师尊怪罪下来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旭玉，你今日的丹药还未炼，宗门的资源我也拿不到，你那点微薄修离化龙还差着10万8万里，你就只会对我混来混去吗？若非你没用，连个江冰京城都比不过，连秘境不是你执意要和我结气，我怎么会被你拖累？上一世他们狼狈为奸，覆灭宗门，
这一世没了我的助力，不过是一对互相怨怼的怨户。这般光景，不过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李成，哈哈哈！天降甘霖，这般天地吉祥是我玉寿宗百年难遇的吉兆。冰清与九灵乃天作之合，真乃我宗门之福啊！冰清，你真美。我原以为这一天只能在梦里出现。九离，我也未曾想过，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波折，我竟还能有如此安稳、幸福的一刻。上一世，我只能在梧桐树上默默看着你受苦，却无能为力。这一世，你终于成了我的妻子。冰清，我对大道起誓，此生此世，生生世世，唯你一人，绝不相负。若为此事，神魂俱灭。别胡说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这一世，我只愿与你并肩而立。元婴期大圆满，我竟然这么快就突破了！夫人的天赋当真惊人，这玉兽双修圣体与我这上古青鸾果然是天作之合。我体内那层阻碍涅槃的无形枷锁，今日又松动了几分。哪里是我天赋好，分明是你这只青鸾太霸道，连带着我的灵力运转速度都快了数倍。照这个速度，不出3年，我便能尝试冲击化神期了。那以后，为夫每日都多陪你双修几个时辰。祝夫人早日化神。没个正经。夜里风凉，你虽是冰系天灵根，但也切莫贪凉。有你的青鸾真火暖着我，我怎么会冷？九离，没有算计，没有防备，真希望日子能一直这样平静的过下去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会为你撑起一片永远平静的天空。这天下，谁也别想扰了你的清静。是宗门的召集钟声，这钟声3响，是3年一度的宗门大比要开始了。走吧，去看看这大比又有什么新花样。3年一度的宗门大比今日正式开启，修行之路与灵兽并肩作战，方为我宗根本。此次大比不仅考验你们个人的修为境界，更检验你们与灵兽之间的灵魂羁绊与实战默契。听说了吗？这次大比的奖励可是史无前例的丰厚。当然听说了，只要拿到魁首，就能一飞冲天。为激励尔等奋勇成仙，此次大比的魁首不仅能得为师亲传的本宗上古功法御天诀残卷，更能获准进入宗门珍藏的千年天才地疗。御天诀残卷，那可是能值大成期的无上功法，千年天才地宝，我那头第4珠绝对能进化成裂地玄珠。九离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的涅槃之期将近，那宗门宝库中据说2000年烈阳凤蟹草，若是能将它引来，不过是个大比魁首。夫人既然想要那凤血草，我便为你取来。这演武场上，难道还有人能挡你不成？千年天才地宝，旭月，你听到了吗？只要能拿到那株宝药，你就能补足秘境里受损的血血，立刻化形，甚至冲击金龙之境。如烟，我一定要赢。这宝物，我绝对不能看着那个贱人踩在我的头上。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。如烟，你之前从黑市买的那个散灵伞带了吗？带了，只要找机会让他们沾上一点。擂台之上，我看那只杂毛鸟还怎么嚣张。
大比现在开始，各弟子上前抽签。走吧，去拿属于我们的魁首。师姐怎么不带那条鲤鱼过来？要他出马，你们还不配。怕不是他不听你的话吧？区区一个内门弟子，也敢大放厥词跟我抢晋级的名额？趁早认输，免得我的猛虎撕碎了你的本命灵兽，坏了你修行的根基。江师姐，你若是还拿着以前宗主宠儿的来吓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怕是饿了许久，连路都走不稳了吧？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顶撞我？给我撕了他！我的手！畜生！你想什么？去娘死的人死你！你干什么？给我回来！你这头没用的畜生！快看啊，这就叫自作自受，连自己的灵兽都嫌弃他！连只内门苍蝇都打不过，连个内门弟子都打不过，还我也跟着丢脸，真是个废物！许玉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？若不是为了供养你，你别走。小师妹，九黎道友，我知你们实力深不可测，但为了宗门大比的奖励，师兄我今日定要全力以赴，拳脚无眼，两位小心了。大师兄的玄铁犀可是出了名的防御无敌，撞死他们，把那只杂毛鸟撞成肉泥。大师兄客气了，大比之上本就该各凭本事，请赐教。出招吧！玄铁，破军冲锋！米粒之珠也放辉煌。怎么可能？玄铁的脚连法宝都砍不断。玄铁，振作点，借玉土阵防御。结束了，九黎道友的实力，我等望尘莫及。小师妹，你们赢了。承让了，大师兄。小师妹，九黎师弟修为高深，我认输。后续的比赛更是毫无悬念，我和九黎一路过关斩将，我的冰系术法冰封阻碍，九黎的青鸾真火主攻制胜，灵魂契约让我们心意相通，这般默契让台下的弟子与长老皆叹为观止。我们的对手竟是苏如烟和旭玉，他们不知用了什么龌龊手段，竟一路磕磕绊的闯进了决赛。江冰清九黎，今日我便让你们知道，旭玉的金龙血脉绝非你们这杂毛青鸾可比。冰清，只要你现在认输，回到我身边，我便饶你们一命。待我化龙，定封你为龙后，让你享尽荣华富贵，这不比跟着这只青鸾强上100倍吗？谁都知道，你如今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废柴，竟还敢说出这般大话。我的道侣，岂容你这等安杂东西觊觎？今日便让你尝尝不自量力的下场。你的修为实在太过浅薄，那点金光微弱的可怜，连半分威力都没有。如烟，你先挡住他们，我去请师尊来主持公道。许玉，你这个懦夫，你竟然丢下我！哼，想走？你整日挂在嘴边的金龙骨气，难道就只长在逃跑的腿上？我的腿！这擂台可是你们自己非要爬上来。既然来了，就得按规矩把局做完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认输，
师妹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被这个废物蛊惑了，求你念在同门一场，别杀我！你敢骂我是废物？江北明、九夷，你们竟敢这般折辱我，折辱龙族血脉！来日等我化龙，我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，让你们不得好死！死到临头，还敢对他大放厥词！再敢对冰晴吐半个脏字，下一道锋刃就不会留你的命了。冰清、九离，你们今日的表现当真没让为师失望。这是上古功法御兽同心诀以及一枚绝品涅槃丹，望你们日后好生修炼，莫负宗门重托。是绝品，这涅槃丹能极大程度稳固我涅槃的修为，正是我如今冲击画凤最急需的至宝。这就叫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有了它，你的涅槃之路便稳妥了许多。那本该是我们的千年宝药，绝品丹药，就是嘴巴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走，快走！大比过后，你们二人在宗门的声望已是无人能及。为师也盼着你们日后能带领御兽宗走向辉煌。只是，九离的涅槃之日日渐临近，咱们御兽宗的灵气虽浓郁，却远远不足以支撑上古神禽完成涅槃蜕变。若强行在此突破，恐有陨落之险啊！宗主的教诲，九离铭记于心。此行虽前路漫漫，凶险未知，但只要有冰清在身边，九离便无惧任何风雨。好，好啊，你们去吧，宗门永远是你们的后盾。走吧，我们的路在前方。冰清，我来破他的冰甲！冰刃封喉。这冰胶内丹的极寒之气，刚好能用来中和你的心火。是千年朱果。气息绵长，你的元婴期后期修为终于彻底稳固了。有了这面面骨龟甲护身，日后若是再遇到像冰蛟那样的凶兽，我也能更放心让你进战了。你我联手，这天下秘境哪里去不得？傻瓜，明明自己也受了伤，还总是这么逞强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上古神禽青鸾，不食人间烟火的九离道友，竟会在这荒山野岭的洞府里，为我洗手做羹汤。外人怎么想与我合度？只要夫人吃得开心，这双用来操控天地真火的手，拿来熬一锅粥又如何？九离，这一路走来，我们看过了江南的烟雨朦胧，
也赏过了塞北的大漠孤烟，登顶了东岳的泰山之巅，也攀过了西岳的华山险城。这世间最美的绝景，好像都被我们看了个遍。世间美景虽多，但在我眼里，都不及眼前人半分。以前我总觉得修仙之路漫长孤寂，步步惊心。可这段日子，我们朝夕相处，在险恶的秘境里背靠着背，生死与共。我突然觉得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再难的路，也成了绝美的风景。我们之间的羁绊，好像比从前更深了。冰清，你可知道天上那几颗最亮的星宿，在我们青鸾一族中代表着什么吗？代表什么？在上古时期，第一只化生于天地间的青鸾，为了寻找心爱的伴侣，怎么了？有什么想说的话吗？冰清，你可曾想过，我为何从一开始便对你这般倾心，又为何这般毫无保留地信任你？我心中虽有疑惑，却从未问过。我知他这般孤高的神情，心中定有属于自己的缘由。在你契约灵兽的那一日，我便在那棵梧桐树上静静地看着你。那时的你明眸皓齿，心地善良，那一刻我便被你深深吸引了。我乃上古青鸾，活了数万年，我见惯了世间的尔虞我诈，也见惯了修士的趋炎附势，唯利是图。可我从未见过如你这般纯粹的人，心中有善，眼中有光。哪怕面对的是一条毫无修为、散发着恶臭的濒死鲤鱼，你也愿倾尽全力去守护。那时我便在想，若是你选的是我，该多好。这个笨蛋，竟然以为我一开始真要选须臾。那条臭鱼不过是故意在我指树上的时候，恰巧蹦起来了而已。算了，不与他解释了，让他这么误会也无妨。我对你的倾心，不仅是因为你的品质，更是因为你的体质。我的体质？你可知，你乃是百年难遇的御兽双修圣体。此体质若与灵兽双修，能让灵兽的修为一日千里，神魂与灵兽相融，更能让灵兽突破境界的死结桎梏。这般逆天的体质，对这世间任何灵兽而言，都是梦寐以求的无上至宝。冰清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常常做梦，梦见自己最终涅槃失败陨落，且失败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什么道心不稳，那是为何？是被一头上古凶兽穷奇追杀，身受重伤。上古四凶之一的穷奇，那穷奇生性残暴，最喜食高阶修士与神禽的神魂。我彼时正处于涅槃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时期，神魂离体，被他卑鄙偷袭，最终本命灵力散尽，羽翼被生生撕毁，才陨落在了涅槃的烈火之中。原来前世他也是因穷奇而涅槃失败。那穷奇现在在何处？他居无定所，常年游荡于世间最凶险的秘境之中，专以高阶修士与灵兽的神魂为食，实力一日千里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的修为怕是更胜往前了。九离，有我在，我定不会让他再伤害你分毫。待你涅槃成凤，我们定能将他斩杀，一雪前耻。九离，其实我并非这一世才遇见你，我是重生的。上一世，我选了须臾，为他付出一切，倾尽所有天才地宝助他化龙。可他却在化龙之日引来滔天海啸，覆灭了整个御兽宗。我在漩涡中绝望地向他求救，他却视而不见，满眼柔情地抱着苏如烟对他许下誓言。我最终被海水淹没，魂归黄泉，却没想到一睁眼竟回到了契约灵兽的那一日。他们竟如此歹毒，冰清，
你受委屈了。上一世他们覆灭宗门，害你身死，这一世他们还敢对你心存觊觎，处处针对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待我涅槃成凤，定要回到玉兽宗，将那对狗男女碎尸万段，让他们尝遍世间苦楚，为你，为上一世的宗门弟子报仇雪恨。九离，把这一切说出来，我心里竟觉得无比轻松。2世的委屈压得我喘不过气。原来，真的会有人为了我受的委屈这般愤怒，那般心疼。冰清，以后你的委屈，你的仇恨，都由我来替你分担。前路哪怕有穷奇那般的上古大雄，哪怕有刀山火海，只要我们生死与共，就定能闯过去。九离，我一定会帮你寻得涅槃翅膀，让你顺利化凤，也要让那对狗男女付出血的代价。好，事不宜迟。冰清，我们该启程了。我们要去哪儿？一路向北，去极寒雪山。我青鸾一族的涅槃并非寻常突破，必须让极寒与极热2种极端之力在体内完美相融，方能打破血脉桎梏，化凤而生。万灵渊秘境的那株龙血参已经为你积蓄了庞大的极落血脉之力，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寻找极寒之物。没错，能与龙血参相融的极寒至宝，唯有极寒雪山顶峰的涅槃冰莲。那冰莲生于万年寒冰之中，3万年一开花，3万年一结果。只要能取到那颗冰莲珠，便能助我在涅槃时抵御致命的心火反噬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冰清，此行凶险异常，极寒雪山乃世间至寒之地，不仅环境恶劣，那山巅之上更有一头修为已至化神期的上古冰兽镇守。那畜生护冰莲如命，绝不会让任何生灵靠近半步。化神期又如何？上古凶兽又如何？只要是你需要的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我也陪你闯。冷就靠我近些。好暖和，你的羽翼就像个大火炉，这下我连一丝寒风都吹不到了。有为夫在，哪怕是这世间至寒之地，也休想伤你分毫。抱紧我，我们要走了。冰兽的寒冰之身刀枪不入，青鸾深火虽能灼烧它，却也只能伤其皮毛，无法伤及根本。有了，九离，攻他的眉心，那枚红色的寻石是他的冰核，是他的弱点。冰清，我们做到了。好纯粹的极寒之力，这珠子明明冰凉刺骨，可被你这样握着，我竟能感觉到它在与你体内那股躁动的极热之力相呼应。我的火配着万年冰莲，刚好能护我度过涅槃死劫。历经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寻得了这至宝。九离，你现在就服下它，有我为你护法，你这次定能顺利涅槃成凤。
九离，这是什么气息？好恐怖的威压！是穷奇，这畜生竟循着我血脉蜕变的契机一路追杀到了这里。这便是害你前世陨落的上古四凶。冰清，退后！他的目标是我。带着冰莲珠，躲到寒冰池后面去。穷奇可是上古四凶，你尚未涅槃，单打独斗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去送死？我不走，要死一起死！我要和你一起对付他。听话，你是月兽双修圣体。唯有你能助我顺利涅槃，你若出事，我即便斩杀了他，也毫无意义。九离，当心！他的黑色鳞甲刀枪不入，青鸾真火根本烧不透他。不能再躲下去了，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我将自身的灵力与冰系术法催动到极致，同时彻底释放出御兽双修圣体的本源力量。通过灵魂契约的羁绊，我的力量瞬间跨越空间，与九离的力量产生强烈的共鸣。破！去死吧！你自寻死路！我要将你的内丹生生烤出！不好，九离刚去，心力未生，根本无力躲闪。什么上古神禽，也不过如此。今日我便先当着你的面活吞了你的道侣，再一口口吃了你，让你们下地狱去做一对亡命鸳鸯。穷奇！我要你死！受死吧，畜生！我知道，我今日或许必死无疑，可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护着他，护着我的道侣，护着那个上一世暗中守护我，这一世满心满碗都是我的青鸾。那是冰莲珠的极寒之力，与龙血之的极热之力，这两股截然相反的至高力量，正在他的体内产生奇迹般的融合。涅槃开始了。
涅槃的本源力量正在他的个体内疯狂涌动，冰莲珠的极寒之力顺着他的经脉游走全身，死死压制着他体内几乎失控的心火反噬，而龙血之的极热之力则在他的四肢百骸熊熊燃烧，疯狂滋养，提纯着他的青鸾血脉。他正在涅槃化凤，若是让他踏出最后一步，本座必死无疑。必须在他彻底苏醒前，将他挫骨扬灰。休想伤他分毫！九黎，你安心涅槃，我定能护你周全。我的灵力已经彻底枯竭，五脏六腑都在撕裂，意识也开始陷入黑暗。可我得撑住，让他顺利涅槃。一股属于真正凤凰的、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磅礴神威，瞬间笼罩了整片天地。万年雪山在这股神威下瑟瑟发抖。九黎涅槃成功，化身为凤了。他的胸口与后背那深可见骨的伤口早已彻底愈合，气息磅礴如海，修为竟已连破数境，直达化神期。真正的凤凰之力在他周身肆意涌动。冰清，辛苦你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要跑，快拦住他！我怎会给他这个机会？穷奇，上一世你卑鄙偷袭我，害我涅槃失败，陨落在烈火之中。这一世，你又想伤害我的道侣，取我神魂。此仇，今日便做个了断。那凤凰真火的威力，比之前的青鸾真火强上何止100倍、1000倍。历经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闯过了所有的难关。九黎顺利涅槃成凤，穷奇被斩杀，大仇得报。极寒雪山边的祥云尚未散尽，九黎便揽着我，化作一道璀璨的五彩流光，朝着玉兽宗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怎么回事？小师妹，九黎道友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大师兄，宗门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为何如此混乱？是苏如烟和旭玉，他们疯了！苏如烟为了让旭玉化龙，竟趁师尊闭关之际，丧心病狂地潜入宗门宝库，偷走了镇宗至宝龙元珠。
龙元珠，那龙元珠能强行激发灵兽的血脉之力，可也会让灵兽陷入万劫不复的癫狂。旭玉服用龙元珠后，便在宗门上空强行引动了龙门，想要越过龙门化身为龙。可他修为根本不够，血脉也不纯粹，强行引动的龙门带着滔天的戾气，已经重伤了我们不少同门弟子。他的身体在龙元珠的狂暴作用下不断膨胀，原本身上的金色鳞片此刻泛着诡异的红光。他双眼赤红，显然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。旭玉，快，再快一点儿！越过龙门，你就是真龙了。到时候我们就能掌控一切，让江冰婷那个贱人付出代价。显然是师尊察觉到了宗门的生死壁斗，正在不顾反噬，强行突破闭关状态。江冰清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快睁大眼睛见证旭玉化龙的历史时刻，他马上就会成为真龙，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要像狗一样臣服于他。小心，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理智，只剩下野兽般的贪婪与疯狂。痴心妄想。他的气息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，生机正在飞速流逝。我不甘心，我拼尽全力，甚至不惜偷盗龙元珠，距离化龙明明只有一步之遥，却被他随手一击，便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般打落云端。江冰清、九离，你们好狠的心！旭玉只差一步就能化龙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毁了他的前程？如烟、旭玉，你们太让为师失望了。龙元珠乃宗门至宝，是用来在生死存亡之际守护宗门的，而非让你们这般为了一己私欲肆意妄为。旭玉血脉不纯，修为不足，强行引动龙门，本就是逆天而行。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皆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师尊，求您救救旭玉，求您让江冰清和九离放过我们吧。旭玉只是太想化龙了，他没有恶意的。只要您肯救他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九离已经涅槃成凤，化形后，他不仅修为大增，更觉醒了看透前世因果的无上神通。要救他！我总算甩掉了那个贱人。假的，这是你们伪造的，这是妖术，这是妖术！江冰清，你也重生了！原来你早就知道，你一直都在耍我！你现在才明白我为何不选你吗？我怎会选你？我可是带着血海深仇来找你算账的。冰清，我错了，上一世是我鬼迷心窍，是苏如烟这个贱人蛊惑我的。这一世我是真心想和你重新开始的。看在我们交前世的情分上，饶我一命吧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上一世宗门覆灭，同门葬身海底，师尊尸骨无存。你和苏如烟却在一旁甜甜蜜蜜、心安理得地享受天道祝福。你这种畜生，也配和我谈情分？此等不忠不义、忘恩负义之徒，直接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。这凤凰业火会日夜灼烧他的灵魂，让他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就在这御兽宗的山门前，为上一世死去的同门永生赎罪。江冰清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帮旭玉偷龙元珠，不该伤同门弟子，求你饶我一命吧！我愿意离开御兽宗，永远不再回来。饶你一命？
上一世，你助纣为虐，看着旭玉覆灭宗门，看着同门惨死却无动于衷，甚至拍手叫好。这一世，你又为了一己私欲盗取至宝，害了这么多无辜同门。你觉得我会饶了你？这一世，我不仅要守护好宗门，还要为上一世死去的所有人报仇。你和旭玉都该受到惩罚。苏如烟，我将你封印起来，你休想再祸害师门，这辈子好好悔过吧。这是飞升成仙的征兆。冰清，上一世我错过了你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放手。往后生生世世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与你一同看遍这世间美景，守护我们所珍视的一切。生生世世，永不分离。